大家好，我是大王。罗永浩和西贝老板关于预制菜之争，在媒体采访了西贝厨房之后，再次引发了网络沸腾。西贝老板贾国荣忽然态度大变。这个事件一开始是罗永浩吃了西贝之后发微博吐槽说吃起来像预制菜，西贝贾老板就怒气冲天，说罗永浩毁坏西贝的商誉，一定起诉他，就是生意不做也要争个黑白。很快就在昨天，各大媒体都跑到了西贝的后厨进行采访结果这个采访出来的画面让人大跌眼镜。于是老罗也就顺势搞起了直播，把这些细节进一步拆解放大。事情发展到现在，贾老板就只能长叹：我现在就想回去干活，对未来的发生不寄任何期望。我现在就想回去干活，我现在对接下来的发生不寄任何希望。关于这个事件，我们正在整理素材，稍后也会做一期节目。有人说老罗的能力就是踩狗屎上，狗屎都要说声对不起，就是说他怼人能力太厉害。其实他这些能力并不完全是因为幽默口才好，更多还是建立在他超乎常人的较真、抠细节、讲逻辑、思路清晰、整理素材能力极强的基础之上的。昨天我放出了罗永浩直播怼西贝的视频，但我觉得全网把预制菜有关的知识点讲得最清晰透彻的还得是付鹏。今天来听听付鹏怎么说。好，大家好。最近我看罗永浩和西贝的话题引发了大家很多的关注和讨论。其实在前2年，我们说证券市场上还有一波关于预制菜的主题炒作，相关的上市公司呢，在那一波中间其实也有不错的一个涨幅。这个话题可能在最近的引发了这个关注之后，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中国的餐饮行业我参与的也算是比较的多了，不管是终端的门店、连加盟连锁，还是上边的中央厨房，甚至包括预制菜、料包等等，对产业链还是有一定的了解。我相对来讲比较的中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话题。那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老百姓对预制菜这个东西现在有一个定义上的一个误区。当然你放心了，到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你们会看到罗永浩和西贝的这个争分，最后一定会引发的是进一步的对于预制菜的一个定义和确定，究竟什么是预制菜。这个东西会把大家绕得非常的混淆，因为对于大部分的老百姓来讲，是觉得反正只要是冷冻的，只要是从所谓的塑料包装，比如说料理包也是塑料包装，你的冻品也是塑料包装，只要是拿出来进行加热的，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东西是预制菜那实际上你如果是这样子去定义，那其实就会下面我看也有很多人去讨论这个话题，说那你的家里买的肉，你冻的牛肉，冰鲜锁冻的，那这些理论上都是你，因为你回到家里也需要进行2次的加工那么就导致一个结果，这是很极端的。大部分的很多人认为，什么叫非预制，就必须是现杀的、现宰的、现买的、现摘的、现洗的，一切都是现做的，那这才能叫做非预制。面团也得是现和的。那这个理解肯定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偏差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理解，可以说 99.9% 可能你会发现你去外边吃饭的时候其实都达不到你这个要求。当然了，为什么会出现产业链？其实本质上来讲，道理其实也很简单。第一，我们说高效，因为你只要追求效率，餐饮行业它也是一个行业生产加工的一个逻辑，所以说你会发现，你只要追求效率，那么一切可以简化流程、提高效率的，那么也就一定会我们说进入这种工业化的这种逻辑。预制菜你可以理解只是工业化逻辑中的一个产物，但并不代表着不是说所有的食品加工这个领域都是预制菜的概念那这个主要是效率。你们可以想想，一家小店如果说我的骨汤是现炖的，我的牛肉是现煮的，我今天的猪肉也是现买的、现制的，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不预约你根本就吃不上的，我的接待能力也会非常的有限。而且理论上来讲一定是小店，那它不可能做成大店或者规模化和连锁的。你只要具备着规模化连锁的，那它其实本质上一定是一个工业化流水线的一个产物，而不是手做的这种产物。
所以你看最后的发展，我们说包括隔壁的日本其实也一样，你会发现隔壁的日本的在餐饮上的发展也是一样的，你要么就是往极致的高效的我们说这种加盟连锁工业化去走，要么你小店做，小店手做，你面积一般来讲不会很大，因为这里边涉及到租金、员工，你一般来讲都是要预约，你可食的位置人其实都不多，应该说人都是相对来讲有限的，接待能力会非常的有限那肯定就达不到所谓的规模化的效益和利润了。但是它实际上在我们去看日本这些小店的发展能够朝气蓬勃，也是因为它过了阶段之后，人们追求更高的这种品质的这种诉求。其实国内也一样，你比如说你回成都，一定的那很多苍蝇馆子，那很多老街里的苍蝇馆子，那确实很多的都是现炒的、现做的、现摘的、现买的，但是它一定秉承着几个原则：第一，你搞不好这个叫我们说这个老板就是厨子。第二是这个卖完了就不卖了，比如说今天备的凉菜，那卖完了就不卖了，就没了。你去晚了，你可能就吃不着了。今天炖了80个蹄花，那没了就没了，你想吃只等明天这个再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说传统这种餐饮的这种形态，但是这种形态很多人怀念，但是它有很多的问题，它无法做到这种高效。那只要随着成本不断上升，你想你的租金的成本的不断上升，你的员工的成本不断上升，那么你这种我们说这个无法提高效率的做法，就意味着利润的被蚕食，所以这也就会逐渐的催生这种工业化体系和预制菜的这种发展。大家其实一定要明白，用我话说，我们其实相对的中性去看呢，说为什么能发生这个东西，也是有原因的，是市场发展下来以后，它其实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大家现在其实这几年其实真正憎恨的实际上是那种非常劣质的料理包其实我更愿意不把那称之为预制菜，因为准确说我们的官方其实给预制菜之前做过几个定义，但是准确说这几个定义还是不完全的准确和精准，所以才引发了我们说这场这种讨论。当时这个定义里面其实只有3个主线，第一个是禁止添加防腐剂，第二个是需加热食用，第3个实际上是排除中央厨房和主食类的。那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中央厨房的出现，它其实就工业流水化，就食品生产加工这个环节中，中央厨房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高效尤其是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城市，你有50家店，你不可能50家里边每一家餐厅里都配一个采购，配一个剪菜的，配一个切案的，白案红案，再配主厨，那不可能。你如果是这样做，你别说盈利了，你只是亏损快和亏损慢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它排除了主食其实主食里也有很多所谓的预制，只不过按照这个定义它不能叫预制菜。其实大家现在吃的，比如说早餐你去吃的包子，现在基本上很少有包子基本上都是解冻，这个冻品解冻。你像这个冻品，早些年没有预制菜这个词的时候，你去超市里买的这些冻品，包括鬼佬，你去看鬼佬的很多的成品的都是在冻品柜里，所以说拿出来回家微波炉加热，烤箱加热就 OK 了。我们都管这个玩意儿叫工业化食品，工业化食品但是如果我们不出现工业化食品，你想想你回家你做得了饭吗？你5、6点钟下班回到家7、8点钟，你会再洗菜买菜再切再做吗？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东西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虽然我们很怀念那个年代但是你是肯定回不去的。你像现在的年轻人，咱们开句玩笑话说，比如说在北上广深，大家经常说的，怎么可能去买一个厨房，房价这么贵，比如说5万8万一平，一个厨房你搞个3、4平，那这就20几万了，这个怎么可能？所以你会发现好多年轻人买的小户型，尽量的厨房越简单越好，开放式的，因为他自己也不会真正意义上按照中餐这样子去做爆炒，去做这个什么，大家行了就下馆子搓2顿就 OK 了。所以有的时候时代不一样了，你像以前的时候，大家租一个大院起烧锅这个做饭，把罩子烘热了开始做饭
而且大家庭经常的聚，时间也相对的灵活，大家5、6点钟下了班回到家其实也没啥事儿。所以那个年代，我们老一辈的年代的餐饮的逻辑，甚至包括做饭的逻辑，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大家都在忙，都在追求着效率，那么餐饮的整个生产环节也就随之会发生这种变化。那你不含主食类，其实主食也是最早的，所以说像你的馒头、包子、饺子，其实很早就进入到这种速冻这个环节了。那无非就是速冻环节中间，现在你添不添加防腐剂？因为现在说白了，就是食品工业技术其实已经很高了，这种冷链锁鲜的这种技术，还有包括氮气置换的这种气条包装、辐照杀菌等等，其实它有很多的去处理防腐的手段，但是可以不用去添加防腐剂。所以大家其实总是觉得说冻品冷冻能保存这么长时间，放了防腐剂其实也不完全。那这一点其实大家可以一般来讲去看什么，看它里边的标注，你是高温灭菌的，还是冷藏3天的，还是这个叫我们说添加了防腐剂的，它里边的包装上其实写的都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说你像主食类呢，大家街上吃的饺子，当然我们也知道，比如说有些卖饺子的，他实际上会雇一个老太太在那门口给你现包，给你一种感觉是现包的，但是实际上你那个饺子料，饺子里边那个馅儿其实也是一个包过来的，一个预制包过来的。那至于这个馅儿盘的时候是在中央厨房盘，还是我们说直接买的供应链的成品，这个要取决于你这家店在当地的规模。比如说它连锁店如果说在这个城市里它有100家，原则上来讲它都可以通过自建中央厨房，用一个采购、一个加工、一个供给去做全程的冷链配送，用过这种方式去完成。那我们其实就管它是中央厨房。比如说它就几家小店，想提高效率，想多挣钱其实也不是什么坏处，它可能是直接的通过供应链工厂去采购别人的包，没有自己的中央厨房。那这个其实多多少少我认为就已经不能够完全的算中央厨房了，因为它更多的可能会我们说跟预制菜之间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混合。那最后所谓的包一下，叫不直接采用这个叫冻好的饺子给你直接的下，那这里边其实都有几个因素了。第一个，给你一种感觉，现做的不是现包的，这是给你一种感觉。实际上馅包都是拿出来解冻了以后现包的，它有规定多长时间之内这个馅包得用完，否则可能会滋生细菌等等。那当然其实这点也不那么重要了，你想想你自己家盘饺子馅的时候，你其实会特别的在意说包的速度和时间，尽量的做到越快包这个越好，现包现吃。第二，这种方法使得皮儿这个东西可以是现做的，那么出来的口感实际上要比单纯的冻饺子会好吃很多。其实这一点大家也都知道，现包的饺子它主要是面和皮儿好吃。其实现在的包子做法也是一样的，包子其实也是料。良心一点的商家是直接的买这个馅料自己擀皮儿包，这个东西你说它算不算是现做的包子？如果你知道这里边的这个链包是这个馅包是供应链的，你看你怎么把它定义了。当然还有的就是直接拿出包子给你蒸，这一点其实你可以通过看它包子蒸完了以后大小都基本上一样，褶子都基本上是一样的，面整体都是发白的比较宣的，这种的一般都是整体料包，整个包子过来直接蒸，不用这个再包了。褶子不一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基本上你有50%以上的概率是这个链包是预制的，皮儿是现做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当然这个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效率，这就是里边所有的核心，多挣钱。你像你如果想吃现做的那就很贵，比如广东人很喜欢喝这个早茶，大家也都知道广式早茶、虾饺、凤爪这些东西。这段时间比如说在香港，很多人突然间应该是意识到了，很多的老的茶楼要么转型呢，要么就干不了了。为什么？老的茶楼如果是现做的，比如说对吧，熬虾饺如果是现包的，我可以告诉你人力成本是非常大的一块，那么你出来的价格就
完全不同的。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用的是冻品，我们没法管这个玩意儿叫料理包，我们就区分一下，比如说你用的是冻品做的2次加工，那实际上它的成本就可以做的比较的低。你金钱肚也可以是冻品，你凤爪也可以是冻品，你麻辣糕也可以是冻品，你这个虾饺皇也可以是冻品，烧麦也可以是冻品啊。那么你的价格实际上是成本会相对的比较低，当然正常来讲你的售价也会相对的比较低。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理解罗永浩的意思是，你手做，你用冻品的就用冻品，你给大家标注完，你不能拿一个冻品去卖一个手做的价格，那这个其实就属于欺骗消费者了。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你很难去说它有问题，因为这一点没毛病啊，就本质上来讲是没毛病的。因为你要知道，食品工业化了以后，它的成本确实会下降非常的多。非常多。你如果说拿这个东西去卖，你比如说很多人去大酒店，去大酒店里点个虾饺，3个虾饺给你上来，比如说45块，其实你要知道，如果它不是手做的，就是现在给你做的，而是这个我们说从这个料理包里打开给你解冻的，那它卖价格就非常非常贵了，因为这中间的毛利率的价差就太大了，就算我含上你的酒店的其他的成本，那也不值价格。换句话说，你可能吃的不是菜，吃的是环境，吃的是服务。但是你如果说相对的比较透明，比如说我这家店，我就告诉你我是手做的，我告诉你我是用的冻品，那我告诉你我是预制的。当然了，这就牵扯到后面的话题，我们其实还是要进一步的对预制菜定义做一个更加细分的这种划分，否则就会引发像现在这样的冲突。当然对于老百姓来讲，他普遍都有个印象，就是说只要是预制菜理论上就会便宜。这儿注意，我提醒你们，其实并不完全是。为什么？这里边涉及到原料了。因为工业化了以后，你提高了效率了以后，其实原料的差异会非常大。你举例子，比如说你去参观这个叫食品工业的展览会，或者叫预制菜的展览会，你会看到价格差异非常大的。刚才我给你举例子，这个虾饺的成本可以从1块钱甚至1块钱以下一只，管这玩意儿叫一只，我可以高到5块钱一只。那5块钱一只，我一笼屉出来，如果我是比如说3只，那我就是这个15了，我成本就已经这个15了，那我没算其他的成本。但是如果你是1块钱一只的，那你3只出来其实也就3块钱。这个同样是我们说冻品解冻的，但是你的价格差异，原材料价格差异，成本会非常的大。那这个行业其实后来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叫劣币驱逐良币，就是什么意思？反正利用老百姓觉得只要是预制菜就应该是很便宜，只要是冷冻的就应该很便宜，这反倒导致了一个结果，好的冻品，好的预制反倒卖不出好的价格，差的就会横行天下。因为老百姓就觉得反正是冻的，我觉得应该都一样，那我为什么要付高价的？所以说就会出现越来越劣质的这种状况。你其实比如说之前的这个牛肉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典型的用我话说所谓的牛排，你到超市里边就是冻品区你去看，我的天，那里边什么合成式牛排、加胶水的牛排都多了去了。你其实作为老百姓来讲，你心里应该这个想的并不是说因为它是冻品区所以它应该都便宜，而是永远牢记一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东西一定是不一样的。当然如果说是哪个商家把举个例子1块钱的东西卖到当做5块钱，而且刻意的当做5块钱去买，那我觉得欺骗消费者了所以说食品工业里边即便是这些技术的介入，它的价差成本其实很大非常大，所以这里边的水很深深其实就是深在这儿了。但是它也利用了社会的这种我们说认知上有这么大的一个偏差，利用了这个东西，这个带来的。所以说我还是跟大家讲一分价钱一分货。当然这几年其实我觉得引发老百姓最大的这个声音的，实际上确实是那些超级低质的料理包，它都不能称之为预制菜了，它甚至都不用去区分什么中央厨房不中央厨房的，就非常劣质的料理包。这个东西往往出现在哪儿？基本上出现在你的各种盖饭上。简单讲，
在座各位大家点外卖的时候，我跟你讲，你点肯德基没问题，你也知道那汉堡饼是这个冻品。我应该是30多年前90几年的时候，那会儿在英国，我最早的时候我还在Burger King 里边还干过工。那个小时工的时候，我的工种从冻库里把这个汉堡饼搬出来，一张一张的冻得硬邦邦的，放到它一个很长的一个正反面加热的一个链条里，你放进去，那头出来的就是手饼。手饼出来了以后，马上夸夸你挤料放菜一卷，这就是您吃的那个汉堡。实际上这就是标准的工业化这个流程。当然了，你核心的是在于你那个肉饼到底是加没加防腐剂，这个其实很关键。你如果是比如说中央厨房生产出来的肉饼，通过急速的冷冻所先进行的保质，那你放心，你肉饼吃起来会很好吃。比如说你点它很厚的安格斯的牛肉，其实就属于这种技术。那当然了，你在外面去吃有些汉堡，我可以告诉你质量就非常的差了，甚至我可以跟你说，那里边的肉你都很难讲到底是不是牛肉，都会有问题了。所以这里边我只能说良心商家、大品牌连锁，它相对来讲在这上面会做得很好，因为这个一旦出问题，风控就比较大了。所以尽量的不要点那种不知名的这种小商家。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也流行那种社区食堂，那种连锁品牌的社区食堂，其实它有2种预制方法。一种是比如说像肉类的、鱼类的，基本上都是再加热，打开了以后再加热。那当然采购的时候，这种或者说自建中央厨房做完了以后，用这种保鲜的这种技术运输到各个分店，这就叫中央厨房。那有的可能直接是供应链采购，其实我认为已经算是预制了，就算某种预制。还有一种过来的是包，比如说你有时候在超市里其实也会碰到说鱼香肉丝包，结果你发现它里面其实全是已经给你分拣好的菜，你回家只需要再炒一下，加上酱包就可以了。那这种其实你说它算不算预制菜，因为它没有加工过，那它也需要加热使用。所以加热使用这个定义是非常不准确的，可能以后确实需要很大的一个修正，什么样的加热使用算，对吧？那有的加热使用是直接把包拿微波炉打就可以，有的是直接把这个包扔水里煮一煮，浇到米饭上就可以了，这种就叫料理包了。那在我们的定义中间，我们内心中实际上都把这个跟预制菜画了一个非常大的距离，因为这个确实是最差的。所以大家日常点外卖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只要看到是这种盖浇饭的、什么份儿饭的，就这种的，您就多点两，因为这种的大部分都是。而且还教大家一个方法，你去看，比如说有些菜品它原本都应该是手做的。那我举个例子，河南的胡辣汤和这个水煎包，以前我记得10几年前那会儿，你在北京，比如说你想着喝正宗的胡辣汤，那时候如果你河南有朋友，他们可以干什么事情，拿保温瓶给你打一瓶，委托高铁乘务员或者什么的给你带到北京去。有的时候比如说很多驻京的一些河南的朋友，他如果愿意喝，可以通过这种快递的方式去做。为什么？因为熬很麻烦，就你把它胡辣汤熬出来，基本上都是当天现熬、现煎、现包、现做。所以河南人的早餐，你看似6点钟吃，那很多出摊做早餐的可能凌晨1点就要出来了。现在不是了，前段时间我在上海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几年像上海的河南的逍遥镇胡辣汤这个东西，连锁品牌咚咚咚咚开了一堆，我心里就在想，这个东西怎么能够咚咚咚咚的干成这种我们说连锁，干成这种供应链的这种工业化的这种逻辑。后来我一这个调查，我发现现在连胡辣汤都是料理包了，你直接的再加热就可以了，那出来的口感略微的有一些不同，但基本没什么大问题。包括你的什么这种生煎包等等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你会发现也还有一个特别好分辨的，就是你往往觉得这个东西不大可能出现在异地的，比如说你四川的猪蹄儿这个蹄花，你不大可能出现在比如说上海的，你这个胡辣汤不大可能出现在上海的，东北的铁锅炖不大可能出现在上海的。但凡出现了且迅速的规模化开店了，你其实自己就应该知道100%来自于预制，当然不一定来自于中央厨房，很有可能就是一种预制某种料理包，如果说它很便宜，可能就是个料理包了。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日常分辨的方式，但大家千万别把这个事儿上升到
只要是冻品，只要是需要蒸一下的、加热的，就一定都划在预制菜里。那这个就会把算是正常社会发展中间必然产生的一种产物给它妖魔化了。当然了，我们说也要谴责那些劣质的预制菜、劣质的料理包，确实质量非常的差。所以说就会出现很多网上很极端的，大家会说这种包狗都不吃，你别说狗都不吃了，店家自己都不吃，所以说店家自己都不会吃这个东西。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反正好吃便宜就可以了啊。当然越便宜的其实理论上质量肯定是越差的，这点毫无疑问的。所以说这个话题里头，我们说涉及到的这几个点，我觉得大家其实叫公平冷静的去看。从政策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强化对于预制菜的细分，其实分类还是不够的，就相当于里面包含了良币，也包含了劣币，中央厨房和预制菜的区分也不明确。对于冻品里边添不添加防腐剂，到底是我们说正常的工业技术所先保温杀菌，还是添加防腐剂式的，这个也没有做明确的区分，甚至我们说也没做明确的普及，所以这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误区。第三，实际上是关于销售成本。有一说一，其实最终端的销售成本，供应链也好，食品原料也好，预制菜也好，料理包也好，中央厨房也好，有一说一，您吃那50块钱的东西中间，这个成本其实最多占到1/3，最多1/3，也就是说50块里边30-50 1/3，你差不多不到20块钱，最多了。你其他的成本才是高成本，所以整个餐饮行业里边，这个价格贵到底是贵在哪儿？贵在了店面，贵在了地点，贵在了人工，贵在了这种东西上。你把这些都去掉，那我可以告诉你，2块钱的料理包卖你10块钱，我跟着美团打价格战，我都能挣钱。这个不一样的，如果不打价格战，那我就是暴挣钱。所以说这里边用我的话说，黑良心的和正常的良心商家，大家还是要区分的。很大的一个程度，用我话说，餐饮行业也是不容易的，本来现在的餐饮行业就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第二。也确实这个成本中间大头不在我们说这个菜上。所以说在座的各位出去吃饭的时候，其实一定要心里有个数，这个不是在菜上值多少钱，那么其他成本太高了，而且这个东西理论上来讲也会越来越高，所以基本上会催生我觉得可能也会催生整个食品，不是叫食品，整个餐饮行业也会发生一些新的这种，也会发生新的这个变化。但是这个普及正好估计也就趁着这个事情会更加的广泛的普及下来。